若是我想你留下呢？侯爷为何要我留下？侯爷！你方才对我说的那些，是欲擒故纵吗？你放开我，侯爷，你放开我！侯爷，你放开我！你是说，昨夜裴衍带姜慈游船，结果在船上，姜慈将裴衍刺伤了？是。今日一早便有人去青康营举报，说裴衍逼良为奴，而姜氏实为良家子。姜慈呢？据说押在牢里。裴衍又如何？今日一早，裴衍就被宣进了宫。请陛下恕罪，是臣对他一见倾心，一错再错。为了将他留下，臣以良充奴，禁锢了他的自由，他才那般行事。一切都是臣的罪过，与他无关，求陛下饶他一命。你本是有着大好前途的剑鼎侯，怎么竟学起那些纨绔子弟了，胡作非为？臣知罪，臣愿受一切责罚。那个丫头数次三番引起波澜，又行刺朝廷命官，按律当押往刑司严加审问。陛下，他一时情急才错手伤臣，他来自乡野，不懂规矩。日后臣一定将他时刻带在身边，严加管束。你还要将他时刻带在身边？是。裴衍，你要干什么？臣愿辞官，以正法度。请陛下恩准。长风卫暂由岳景龙协管，至于你，回你的侯府面壁思过去。谢主隆恩。你平时那么聪明，现在是想不明白，还是不想明白？裴衍犯了陛下的大忌，只有暂时交出兵权，才能平息陛下心中的怒火，保全自己的性命。可裴衍才刚刚立了大功，陛下也答应过他，两国和谈成功，便会召他入朝为相。朝中的文武可都看着呢。陛下也不能食言。如果裴衍明晃晃地辞去职务，必定会让陛下落下心胸狭窄、不能容人之嫌。所以，他得想一个两个人面子上都过得去的借口，让陛下有一个台阶下。陛下有了台阶下，又收回了兵权，自然会给裴衍一些甜头，让他得到自己的所求之物。他所求，我想，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。那侯爷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是，
守护裴氏基业，长盛不衰。裴晏此举是以退为进，毕竟年少风流，并不是什么大过。若他将来想重返朝堂，其他人也无法拿这件事情来攻讦他。南苑楼设宴，他故意放你走，是想利用你，以你做饴，引我出来。护心丹一事，也不乏他的算计谋划，更不用说把你留在裴府，就是想通过你找出更多关于我的线索。怎么样？后悔吗？如果你安心做我的探子，我可以考虑既往不咎。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与我何干？我要守的是我的本心。他利用我不假，但数次救我，对我有恩亦是真。我有我的原则，我绝不会，亦不能做背刺他人之事。冥顽不灵啊！走了。我可以走了？不然呢？难道我专门来看你为你的剑顶侯哭鼻子不成？小慈，你没事吧？少君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我已辞去官位，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再与三郎相见了。少君，何至于此啊？小慈，我们回家吧。三郎先行告辞，日后再见。请。走吧。侯爷亲启，我其实早已认出一面人的身份，就是当朝光明卫指挥使魏征。他此前对我种种威逼，我迫于威胁，一直不敢透露，也苦于没有证据。而现在我有证据可以证明，这是暗夜幽兰，只要踩上必有痕迹。我之前已经使机令其踩过，侯爷一查便知。将此。找我什么事？我看了，这附近没有人。你饿不饿？我做了不苦粥，你尝尝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，我特别喜欢它，它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每天都跟他待在一块儿，可是后来他染了猫瘟，村里的大夫都救不活他，我就爬遍了整座山，去给他找草药。
可我师父还是说，我救不了他。我当时特别难受，哭了好几天。可是等我哭够了、闹够了，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却越来越虚弱。我当时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好像知道他想要跟我说什么。后来我就只能去求我师父，让他走的时候没那么痛苦。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。我理解亲手送走至亲的感觉，我都知道。是吗？你也理解亲手害死他们的感觉吗？你理解看着身边的一个个人离你而去，而自己却毫无招架之力，不仅保护不了他们，甚至还要借他们的命来保护自己的感觉吗？这不是你的错。不是我的错，那是谁的？是你的吗？对，是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成功的将腾瑞送出了靖康。现在阿正阿俊应该在把酒言欢，还有何叔何婶，我还担让他们会为阿兰报仇。是你，你这个罪魁祸首！我早该在见到你的第一眼时就杀了你。是我自以为是，以为可以利用你牵制北野，到头来却害了他们，而我却还好好的活着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为什么没杀了你？为什么？我自小长在山间，对我来说，最大的烦恼就是我师父不让我下山去玩。我也不知道这世间有何疾苦，但我这次下山，甚至见到了生离死别。你3次伤我性命，我本应恨你入骨，但是我今晚回去就把那封信烧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记得贺神死时的眼神，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小猫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萧无暇，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月落人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们的死就是为了让你继续走下去。我甚至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是错，但是我想，那么多人为了助你成全你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那么你做的事情总归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不拦你，哪怕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。比真正的不苦咒还差得远。我知道，因为没有灵鹫花。